60万条推理类的，20万条非推理的，质量都非常高。我们拿这个数据，从 DeepSeek V3这个通用模型出发，进行2轮微调。在这一个监督学习的阶段，仍然是对 V3的基础版本进行监督学习。它的训练资料有2类，一类是推理的数据，一类是非推理的数据。推理数据主要是通过拒绝采样获得的，最终拿到了60万条高质量的推理数据。拒绝采样的过程就是这样，我用一批新的提示词，让上一步训练好的这个推理模型生成详细的推理过程和答案。那同样的一个 prompt 会让它生成多个回答，这多个回答进行打分。打分的规则呢，3个 rule based 的这3个规则：语言一致性、格式是否正确、正确率是否对。跟之前训练过程中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会把标准答案和回答一起输入给 DeepSeek V3，让 V3 来判断答案是否正确。它主要是为了预防像这样的问题，题的正确答案是9，这个推理模型给出的回答是 9， 它给的是英文。这个时候基于规则打分的判断就会认为它做错了，但实质上它已经解出了回答，让大模型 V3 来判断，就能避免这样的数据被漏掉，我们就能获得更多的这一个有效训练数据了。通过我刚刚的这个描述，你也知道这个过程其实最主要的是让这个推理模型把详细的推理过程生成出来。就我们有很多问题，我们是知道答案的，但是没有详细的推理过程。我们让这一个已经有推理能力的模型把推理过程生成出来，这样的推理数据就可以作为标准的推理数据，教模型怎么来进行推理。经历了这前面2个过程之后，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筛选出来的回答进行最终的筛选，保留正确的、评分高的回答数据作为最终的高质量推理数据。那些低质量的、评分低的，还有什么混合了多语言的呀、段落特别长啊、代码块特别多啊，这些回答就给它剔除掉，最终获得了60万条高质量的推理数据。这个就比第一阶段在冷启动的几千条提升了100倍，而这100倍的数据扩充就是前面之所以要训练这一个推理模型的目的。如果没有这个推理模型来帮助生成60万条的具体推理过程，人工来写这个推理过程花的成本太高了，几千条你还能写几十万条不可能。除了推理数据之外，我们还有非推理类的数据，这个数据量大概是20万条。这些非推理类的数据就包括了写作、事实问答、自我认知和翻译。这部分数据就采用了 DeepSeek V3 的同样的数据处理流程。这些非推理数据都会通过提示 DeepSeek V3 先生成一个潜在的推理链条，然后再回答问题。这样这些非推理的数据和推理类的数据格式就对齐了，都有一个推理链条的过程。当然一些特别简单的，比如说 Hello 啊这些查询数据不会生成推理链条。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了80万条数据，60万条推理类的，20万条非推理的，质量都非常高。我们拿这个数据从 DeepSeek V3 这个通用模型出发，进行2轮微调。这个微调是监督学习的微调，这80万条数据要求它每一个字都必须生成正确。最后我们得到了监督学习后的增强版 V3。这部分内容就先介绍到这，想了解更多 DeepSeek 的技术细节，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